果我们在2035年14亿人均 GDP 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有一个结果，就是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集体返贫。因为蛋糕就这么大，那换言之就是我们不是去抢蛋糕，我们是要把自己造的蛋糕不让别人抢，那外面自然就没有蛋糕。对，外面没有蛋糕会发生什么，才是决定了我们内部要怎么利用手里的工具把自己的蛋糕留下来。因为我们自古到现在没有愚民教育，就导致我们没有内外制度的差异，你说了你就得干，不然就会乱。我们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去争霸去抢？你要知道，西方真正的技术发明的动力原点是因为需要出去抢。你想大航海真正的带动的数学和物理的发展还不是要出去抢？但是要明白，他们的历史决定了他们去抢，他们的社会就有了新的动力又发展。可是我们不一样，大家要知道，我们所有对外征伐的历史带来的通常都是毁灭。就看隋炀帝为什么那么短啊？所有穷兵黩武为什么在我们这是个坏事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分工密集的一个高效组织体。但是呢，如果去抢，首先就会打乱原有分工，其次真的抢回来东西了，我们现在不管换不均啊，明白吗？所有的分工会被打乱，分工的收益会被打乱，于是内部就要乱。所以我们不能干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说人好，这跟善不善良没有关系。所以纵向来看，西方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我们发展的历史如何走向1055，这是一个必然。这个政策逻辑它是一个线性的规律，它不是猜测。所以我会带领大家不断的解读现在一再出来的这些政策和安排。就像我前天的节目里说，我们是不可能走教育和医疗的差异化的。紧接着求是的评论员文章就出来了，打造健康中国一定是普惠式的下沉式的医疗的保障，而不追求差异化的医疗的这部分的权益的分野。这不是说人好不好的问题，这是关乎社会能不能稳定的问题，这是关乎15我们能不能实现两个经济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这两者本来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极端矛盾的，通常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同时实现，它就是两大奇迹啊！我们对于全球的经济视野的地缘解读和纵向的对于基于我们历史的对于政策的一个分析，这是我课程的两大内容。我们要进行下一个逻辑的递进了啊！以全球的方向来看，我们跟美方博弈并没有走苏联的老路，我们也没有通过跟美争霸让美国和他的盟友们迅速的拧成一股绳。你看当年苏联的做法就是一呲苏联就跳起来猛攻他们，你给好处我也给，你在哪里做我就在哪里做，你搞重工业我就搞重工业，你搞军备竞赛我就搞军备竞赛，你搞月球竞赛我就要去月球竞赛。苏联的误区是我打败了美国我就能成为美国，但是大家现在想一下，我们打败了美国就能成为美国吗？我们在这些领域上战胜了美国，我们就当然享有美国的市场、美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吗？不会，如同苏联不会一样。因为生产力没有发展，你去靠抢，我们又是天然不适合抢的经济体，所以争霸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最大的意义，美国反复的想要去跟我们拉我们下场，制造地缘紧张啊，不断的不管是西南的局势、南海的局势，他最喜欢干的是什么？看我们这个庞然巨物跳起来，制造一个非常紧张的地缘环境，让盟友们感受到深切的被安全保障的需要。跟盟友说，你看害不害怕？他要是把你们灭了怎么办？我来军事上保护你。全球的资源怎么办？快来美元避险，需要美元吗？你看他不靠谱。这就是美国最熟悉最喜欢的大国争霸模式，所以他天天跟你说修昔底德陷阱，你看自古以来崛起一个都要争霸。我不得不说，就你那点破历史，两个村打起来了，修昔底德个毛线，真的。你要知道，他英伦三岛进入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就那么2个人，对不对？一个城市30万人。要知道，我们春秋的时候，五霸的都城全都是20-30万人，所以他那个规模和我们认为的规模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真刀真枪的跟自己同体量的国家对线过，对不对？这才是他的失败之处。他没有勇气，他根本没有这段历史，所以他不敢。我们可是敢的，我们依偎全世界是习惯了的事情，所以恰恰是因为我们敢，我们就不要掉入他给你摆好的他的这个舒适区里来跟你玩。他最希望做的就是制造我们的威胁，然后发起制裁，然后率领盟友去搞这个事情。这个从现在的五角大楼真正的核心大脑科比他的那个本战略巨旨里面就能看出来，他反复的就在强调怎么能拉上盟友出来，怎么能让盟友心甘情愿的身先士卒跟我们完成围堵。因为他意识到了给好处不行，所以呢他就觉得说，那我们笼络不行，我们就让东大他自己对这些盟友们形成威胁。这岂不就是发生了很好的让我们自乱阵脚的效果？然而我们就不上套。你说呢？我们呢就严正抗议。你真的要干啥呢？我们也不应招，我就领悟，我就从你的舰队里穿过去。哎，你说我威胁吗？我也没威胁菲律宾呢，对不对？菲律宾我们从头到尾都只用了呲水枪，你说我是威胁？还有比我更安全的吗？所以我们就不上套，美国就没办法，没有办法形成合围，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做生意，就变成了他打他的，我打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我们的这个底。这个底不是单纯的说啊有没有基本面之类的，不，现在的基本面就是我们立不立得住，我们会不会被围堵，美元会不会再成为地缘安全之后的大家的需求，美元潮汐能不能恢复才是真正的底，明白吗？只要美元潮汐不恢复，我们的底就会一次一次的被自己筑牢。我们现在的调整唯一就是不要重复美国制造业崩溃的老路。大家知道波音和麦道吗？波音的内部呢
一直都是工程师为主，搞技术的。麦道呢，大聪明，引来了一个搞金融的。麦道的金融呢就搞得很好，风生水起。有一阵子的话，你力压波音一头。但是呢，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疯狂的往下掉飞机，噼里啪啦的掉，各种技术问题，股价啪嚓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了之后呢，这毕竟也是工业明珠嘛，桂冠上的明珠还是要处理一下的。麦道就很快的就衰落了，因为还有波音跟他做竞争嘛。好死不死发生个什么事儿呢？波音呢把麦道吃了，吃了没吃好，被吃多舍了。因为呢，麦道里面这帮金融天才们跟董事会说，跟股东大会说，我们得搞钱啊！你看波音苦哈哈的干了10来年，我们麦道垮虽然垮了，但垮之前咱们就市盈率啊，那是一等一的好。大家手里头拿的又不是咱家的飞机，拿的是咱家的票啊。那我给大家承诺，如果大家选我作为这个执行层，大家手里的股票翻一翻，好了，被麦道夺舍了。波音的高层其实是后来麦道的高层，于是波音就也开始麦道化，开始金融化。是啊，因为还是那个问题，这个飞机掉的又不是我，但票可是在我手里的，屁股永远能决定脑袋。所以我们现在筑牢的节奏就是防止这个事情的重演。大家要是不理解手里的小灯怎么回事，你们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理解一下就懂了。因为现在其实已经足够快了，如果再快下去还是那个问题，各位手里买个票赚的比真正的去做研发的这些小同志们都多，那人才会的往那儿流动吗？所以一定是让真正一线的小朋友们，这些30到40岁的在一线攻坚的人们得到最多最丰厚的报酬，最稳定的发展预期，这个才是我们的 A 作为工具实现分配的增益的目的所在，而不是让每一个人资本越多赚的越多，那个是不成立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如果要实现最后的共产主义，实际上为了实现的是按劳分配。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文明尊重劳动多于尊重所有权，你们一定要理解这句话。所有权是什么？所有权就是手里拿的权益的标的呀，对不对？股票就是对资产的分割后的所有权的一个确认嘛。所以再回味那句话，我们这个民族整个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价值导向一定是尊重劳动多于尊重所有权。两者一旦形成了矛盾的时候，一定先尊重劳动，后尊重所有权。但是压住国运的长跑者依然是对劳动的尊重。大家把握一下这个心法吧。我们讲一些比较落地的部分。